云朵被刀郎养了整整10年，却在云朵爆红时，刀郎选择主动退隐，甘愿为他成为幕后助力。刀郎为什么会对云朵极尽宠爱呢？2006年，一首由刀郎亲力亲为的歌曲《爱是你我》横空出世，主唱云朵更是凭借这首歌曲火遍大江南北。他的走红绝对离不开恩师刀郎的助力。当年年仅18岁的云朵被刀郎发掘，成为刀郎唯一的亲授徒弟。云朵在学习唱歌之余，还要不断地打工养活自己。刀郎看着眼前这个涉世未深却又有一副好歌喉的小姑娘，十分动容。刀郎在节目中直言，看到她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或许其中的辛苦和辛酸，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明白。于是刀郎做出了个决定，把徒弟云朵带回家。在经过妻子的同意后，云朵住进了刀郎的家中。本以为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，但是刀郎和妻子却对这个小女孩十分照顾，不仅将云朵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还经常自掏腰包给云朵发生活费。云朵也在节目中直言，就是把我当自己家里的孩子一样，在生活上极尽照顾。在舞台上，刀郎为了避嫌，经常离云朵很远。可是师徒情如此浓厚的两人，却差点因为一首歌翻脸。当时正值云朵的第1张专辑制作时期，这张专辑来得并不容易，光是录音就整整花掉了半年的时间。面对总也录不好音，达不到自己要求的徒弟，好脾气的刀郎第一次朝云朵发火了。刀郎之所以这么生气，也是想让云朵早日出头，不要再做无用功。自然云朵也明白师傅的良苦用心，尽管嗓音条件优越，但毕竟还是新人。为了将云朵带出来，多年不参加活动、不接受访谈的刀郎破例带着云朵上了《鲁豫有约》。在刀郎的悉心教导下，云朵没有让刀郎失望，一首《爱是你我》火遍大江南北。随后更是个大活动邀约不断，甚至还曾4次登上春晚的舞台。云朵最忙的几年，音乐比赛综艺节目如《我是歌手》、央视中秋晚会、各个地方台的春晚以及刀郎演唱会上，都能看到他的身影。当时有人当众调侃刀郎，徒弟比自己唱得好，台下的刀郎却笑得十分骄傲，丝毫没有因为爱徒的超越而不满，而是打心眼里为云朵高兴。面对徒弟的羽翼渐丰，刀郎却选择了在娱乐圈中退隐，甘愿成为了云朵的幕后助力，为他的歌手之路保驾护航。从闭塞的大山到国内最高的春晚舞台，云朵走了12年。云朵究竟有什么魅力，能让刀郎心甘情愿退出娱乐圈，甘愿为他保驾护航呢？刀郎心甘情愿养了云朵10年，并亲手将云朵从服务小妹打造成为春晚常驻嘉宾。刀郎究竟有多少实力？作为草根逆袭的刀郎，逆袭之路并不平坦。小时候的刀郎经常被哥哥教育，因不满被哥哥说教，叛逆期的刀郎经常与哥哥打得不可开交。可一件事的发生成为了刀郎一生的阴影。刀郎在博客中回忆道，阴暗的心里让弟弟毒舌地给了哥哥一句绿帽子，哥哥盛怒之下离开了家。认为是自己害死哥哥的刀郎，年仅16岁就离开了这个让自己感到窒息的家，追逐自己的音乐梦。很多人说刀郎是为了逃避，只有刀郎自己知道，音乐才是自己的救赎。1989年，刀郎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了一个名叫手术刀的乐队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刀郎的音乐技巧突飞猛进，直到2004年、2002年的第1场雪横空出世，让这个草根歌手彻底火遍了大江南北。那一年，刀郎的正版专辑卖了270万张。要知道，周杰伦的《七里香》在全球销量不过才达到了260万张。走红之后的刀郎并没有随波逐流，而是专注自己喜欢的音乐。当时在表哥秦望东的口中，刀郎经常可以听到云朵的名字。刀郎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个好苗子，才让一贯严格的表哥赞不绝口。刀郎决定亲自来看看。于是2个月之后，临近春节，秦望东给正在忙的云朵打了个电话，让他无论如何都要来自己家里一趟。在经过几小时的软磨硬泡之后，云朵终于在晚饭前如愿来到了秦望东的家中。云朵以为又是一场普通的补习，可秦望东的家中却有很多人。正当云朵一脸不知所措时，刀郎快步走过来，和自己握了握手，并对自己说，终于见到人了。当天一首歌曲唱完，云朵便跟随刀郎回到了新疆。从此之后，刀郎成为了云朵的恩师，不仅将自己的经验和技巧倾囊相授，还养了云朵整整10年。再然后就是云朵凭借《爱是你我》火遍大江南北，刀郎也心满意足地隐退歌坛。
事业越来越红火的云朵，并没有忘记恩师刀郎。当娱乐圈有人公开诋毁刀郎时，云朵总是义无反顾地站在恩师的前面，甚至更是敢公开叫板那英。云朵护师心切，用实力狠狠打了那英、杨坤的脸。刀郎的事业正值如日中天，他却选择隐退。有很多网友揣测，刀郎的退圈并不是自愿退隐，而是被那英连合众人给逼退的。云朵不断磨练自己的唱功，并且通过不断参加节目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。慢慢的，云朵一步步从小舞台走向了春晚。2016年，云朵参加了《我是歌手》的踢馆赛，并且专挑那英不擅长的歌曲演唱。凭借独特的歌喉和充沛的感情，云朵一路过关斩将，最后顺利进入8强。明白云朵的人都知道，他并不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，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向众人证明恩师，他云朵是歌手刀郎的徒弟。大山里的孩子云朵，在恩师刀郎的教导下，一步步发光发热。现在的云朵更是化小爱为大爱。这样的一对师徒，在尔虞我诈的娱乐圈坚守住了本心，着实令人佩服。